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今天呢是重头戏，而且是非常重的重头戏哦。今天呢跟封面大家看到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种重装坦克哦，很夸张，非常的有重量，很厚实的感觉哦。好，那这个 M 属呢，其实就是 Megasoma，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非常巨大、很大型的意思哦。它并没有非常长，但是整只呢会非常的厚实，就跟坦克车一样哦，非常的帅气。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开挖的这个呢，它是 M 属大家族里面的MJR，R 是雅努斯大兜虫。那雅努斯大兜虫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大家叫它鞘翅闪亮哦。鞘翅闪亮，听就知道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哦。没错，它的这个鞘翅呢会非常的亮哦，非常的光亮。那我们马上就要来开挖这一箱鞘翅闪亮哦，非常令人期待的时刻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养这种 M 属的大兜虫，基本上都需要2到4年的时间，花了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，才能够养出这种重型坦克哦。大家，我们马上就来见证这个非常兴奋的时刻。开挖之前呢，一定要带大家先来看一下 MJR 的记录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为了养这些大型的 M 属大兜虫啊，是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。像这一箱呢，就养了足足有3年的时间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记录哦。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记录就可以发现哦，2018年，然后这边是2019年。那19年5月的时候，工虫就已经到了123克了。再来呢，就是继续的换图哦。那来到10月的时候，已经143克了。接着呢，就来到了2020年喽。那工虫呢，就来到了150几克。在2020年的10月呢，是撑到了157克。10月这个时候，基本上已经足足养了2年之久。继续还没结束哦，继续养。然后终于来到了今年，就是2021年嘛。那养到3月，我们最后一次来称量体重，公虫呢是166克，然后呢母虫是121克。今天呢是9月底哦，那过了这么久的时间，我们终于要来迎接这个鞘翅闪亮或是雅努斯大兜虫的一个羽化了，非常的令人期待哦。3年的时间来培育一对甲虫哦。这一箱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公虫勇士的位置，那后面这里呢是母虫勇士的位置。为什么都一对一对养？我们边挖，等一下边来跟大家解释哦。那先来赶快把他们请出来偷看一下吧。Open， 哎呦，好，那我就用这个来挖哦，因为我们已经都知道这个公虫、母虫、勇士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先从公虫开始看咯。兴奋啊！因为2只呢都已经羽化，而且羽化大概有2周的时间了，所以呢现在可以比较放心的来开挖，比较不会有危险。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兴奋、振奋人心的时刻哦。3年的时间哦，3年来养出这一只很漂亮的甲虫。好，我们慢慢的把上面的土给它铲掉哦。慢慢的来把这个给挖开。公虫的勇士呢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先来把公的给挖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应该就比较接近勇士的地方哦。哦，这里就是勇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小心的来把它的勇士给打开哦，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个洞哦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大力一点开哦。这个身体真的，这个身体真的非常的巨大哦，这个身体，哇，超巨大！已经看到我们的鞘翅闪亮的公虫哦，哇！
哇，这个身体真的超级巨大哦！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来喽，我们的重装坦克即将要问世喽！哇哦！哦，我的天！哇！各位，来大家看一下，哇！各位，这个说它是重装坦克，一点都不过分吧？真的是非常巨大的重型坦克哦。重装坦克的大斗虫，超帅！哇，很帅，真的很帅哦！这个整个的厚实的这种重量，很厚实的分量感都出来了。重型坦克哦，很夸张。哇，真的很漂亮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鞘翅哦，这个鞘翅呢是非常光亮的哦，整个身上呢是很有光泽的鞘翅的这个光泽。那为什么它会叫鞘翅闪亮呢？当然有一种肯定是鞘翅没那么亮，那一种呢就是雅克提恩大刀虫，后来呢分类上变成了雷克斯大刀虫。那今天呢我也准备了雷克斯大刀虫要来跟大家分享。等一下呢一看就可以看出来，雅克呢或是雷克斯就是鞘翅没那么亮，至于这一只呢肯定就是鞘翅闪亮雅努斯大刀虫。哇，这个身体的厚实度哦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各位花了3年的时间哦，终于养出了这一只鞘翅闪亮雅努斯大兜虫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还是要帮它量一下尺寸啊，就是做一个记录啊。这只呢是111，就是11公分的大坦克车哦，很漂亮哦。哇，这个鞘翅闪亮，真的很亮哦，好漂亮。好，先请工人去旁边哦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母虫。挖错地方了，嘿，好，在这边，好，打开天窗喽，母虫在这里。哇，所以啦，平安羽化哦，平安羽化就是很令人开心的事情哦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，如果这个时候一个不小心羽化失败，或是没有顺利变成成虫，那真的是很令人心痛哦。今天呢，这只母虫也顺利羽化了，这个收成的时刻呢，真的非常赞哦。那母虫呢，前胸背板没有凸2根，头上也没有那根头角，就是一只巨大的独角仙母虫哦，很巨大哦。啊，所以哦。好，那挖完这个鞘翅闪亮雅努斯大刀虫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鞘翅不闪亮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雷克斯大兜，还有以前所说的雅克提恩大兜虫哦。那这一箱呢，同样呢也是养了2只，但是这个呢，我们因为养在室温，好，刚刚那个呢是在温控条件，这个呢是养在室温，所以呢它比较快就已经羽化了哦。像这一对呢，几乎只养了1年半的时间就已经顺利羽化喽。那当然呢，养的比较快，放在室温，它同样是会有一点点代价的，就是养在室温的通常会养的比较小只一点点。所以如果要养的比较大型啊，通常还是有温控条件更稳定，让幼虫慢慢的吃会更好。那今天呢，一样了，我们来给大家看这个雷克斯大兜或是雅克提恩大兜虫哦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虫。好，我们请公虫出来哦。好，这一只呢就是雷克斯大兜，或是我们以前大家所熟悉的雅克提恩大兜虫。
那这里呢，这只就是母虫。好，那这2种呢算是亲戚。不过呢，我们这样子挖出来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感受得出来，这个雷克斯大兜虫，它这个鞘翅就非常的不闪亮哦，非常明显的不同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有没有这个鞘翅呢？就是这一只呢是雷克斯，好，那这一只呢是鞘翅闪亮哦，可以看出来它这个鞘翅真的非常非常的亮，这个呢就没有这么的亮。另外呢，这个鞘翅闪亮，它的整个头上面全球背板的这2只啊，它会没有那么的发达，身体呢会更加的壮硕哦。那这个雷克斯雅克呢就比较不会那么壮硕。讲了这么多呢，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 M 属大兜虫的视域哦。今天呢，我们有给大家看的是 MZR 雅努斯大兜虫，或是鞘翅闪亮。另外呢，手上这一只呢是雷克斯大兜，2种呢都可以算是非常重型的坦克。都是很巨大的 M 属大兜虫哦。M 属大兜虫基本上动辄都是2到4年的时间哦，都是要花费非常非常多时间，慢慢的来培养的。那在饲养的时候呢，通常我们一公一母会养在一起。一公一母养在一起的好处啊，是公虫跟母虫几乎都可以一起的羽化跟成虫。这个呢，在我们长期饲养繁殖上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分开养的时候，常常会母虫先出来，都已经进食，公虫都还没有化蛹，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比较麻烦哦，就母虫就没有办法交配，没有办法繁殖下一代，那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惜。所以通常我们在饲养的时候，会一公一母养在一起，这样子呢可以让它们有很高的几率一起羽化，像今天大家看到的两种都有达到一起羽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。那在饲养时间呢？这一只 MZR 呢就养了比较久，养了整整的3年哦。那这一只雷克斯呢，就比较快，1年半就已经羽化了哦。这个呢就是跟饲养的给它的条件，像是这个鞘翅产量是有温控的，同时呢换土也非常的稳定，所以呢它的体型呢自然就会比较大一点点。这个雷克斯这个雅克呢，因为我们是养在室温的环境，所以呢它这整个体型呢就会。以这种来说，就算是比较小型的。好，虽然我们看起来都很大一颗的感觉哦，不过呢，单从这个种类来说，它可以养到更大只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时间跟体长的一个取决啦。好，这个呢，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收成的时刻，花了3年的时间才拍成这支影片哦，是不是要赶紧帮我订阅一下？好，那如果我要总结一句养 M 属的一个心得呢，真的就是。不要觉得它很久就一直不养它哦，因为我们永远都觉得啊，还要养3年跟4年它才会出来。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呢，就永远没有开始。现在开始养，就是再3年就羽化了。所以大家呢，如果有兴趣要来饲养这种 M 属大兜虫巨型坦克车，不要因为时间而犹豫了。现在开始养，在3年后就轮到你来收成。这就是今天饲育的内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重型坦克车、鞘翅产量跟雷克斯大兜，哇！